正财，知道了。不用看，保险是增产。小刘，哎，把萝卜家伙拿来，好快去。徐队长，亩产1605斤8两，又增产了。超过双高还增加了5斤8两，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啊！队长啊，这先进队的牌子在我们9队生根了。阮福刚，先进队也不能骄傲啊！我是说，这山有顶头，河有尽头啊，往后这粮食上啊，油水不大了。没关系，副业生产潜力很大嘛。队里的鱼塘你管得不丑啊，不是增加了不少收入吗？正财啊，河对面2队，今年的日子难过呀。这2年，他们队长白汉成把人心都搞散了，半年多不敲上工钟。你看看，树上乌鸦都做了窝了。不要紧，大队党支部下了决心，这会子他们正在选队长呢。火烧新大叔又当队长啦！周大叔是我们2队的队长啦！周昌林当队长，可成了咱们心愿了。白汉成这2年把咱们2队搞得够呛。是啊。张爱群，志发，周大叔又当队长了。呀，太好了！这回我们2队啊，又要像58年那样，呼呼的朝前头赶喽。是啊。我看不一定。阮大叔，火烧心又不是3头6臂，2队这副烂摊子啊，他要能搞好，这块砖头就飘起来了。哎，志发，记得吗？大跃进那年，诸位，要是火烧心能带着2队大跃进，这块砖头啊，就飘起来了。阮大叔，当心把甲鱼摔掉。过桥绕大弯子。哎，你周大叔才当队长，去给他促进促进。哎呦哈嘿，哎呦哈嘿，一根扁担两头弯呐，两头弯呐，社员哥哥哎，小开颜呐，小开颜呐，看见那个西的宋公良啊，宋公良啊。但是那个月中新月天啊，新月天哎呦，一根扁担两头弯呐，两头弯呐，社员哥哥哎，小开颜呐，小开颜呐，金黄黄的稻谷堆成山啊，堆成山啊。可是那个歌儿唱不完呐，
通啊？是你周大叔。九云嫂啊你瞧，大伙干得多欢呐！是啊，乘4届人大的东风，我们是越干越有劲儿啊！哎182。哎呦呼！哎！妈，您歇会儿吧。嗨，累不着。这2年，你周大叔带着大伙儿学大寨，我们2队呀，可算走上正道了。春梅，哎，快一点啊！我等了半天了。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怎么样，大会计？今年你们收成不错呀！啊，白汉成当了大队副业组会计，骨头轻的没4两重了。哼，这还不是靠他表姐夫夏副主任的排头啊！哼，打了2年翻身仗，今年总算翻过来了。你们周队长领导的好啊！哎，孟天，快干活吧！哎，哎，你们俩的亲事也该趁早办了吧？日子已经定了。哦，房子家具都齐备啦？啊，哦，人家是知识青年，可不能委屈他呀。你要是缺什么就找我。你看，军用鞋嘛。我在县里头还有点小门路嘞。这几年呐，你们光顾着搞运动了，往后该关心关心群众的生活了。老白呀，哦，周队长，你说说，这群众生活该怎么关心法儿？你问这个嘛，队和9队就是个好样板呐。老周，今年总算是遂了你的心愿了啊！舅舅啊，你看看这谷子，不愁。往后啊，该像徐队长那样，让社员抓收入了，要不这一冬天就白荒掉了。这一冬啊，我还嫌它不够用呢。老徐啊，我正想和你商量个事儿。咱们学大寨，3战狼窝掌，下狠心根治小凉河，怎么样？你来。什么？根治小凉河？你看，小凉河在这儿打了个弯儿，卡住了下游的流量，多少年来，一直是咱们2个队的祸害。如果把这个弯道拉直加宽了，先不说咱们2个队的产量可以大翻大跳，就这下游好几个公社的几万亩水稻田，都可以自流灌溉，种上双季稻，那对国家的贡献该有多大呀？好主意啊！啊，太平一点吧，我的火烧心同志。这2年，你们总算是把穷队的帽子甩掉了，往后这步子该往哪儿迈？你要是有兴趣，到我们队里去走走，我给你竹筒倒豆子。我这儿来吧，你来嘛。不是我跟你吹，你得好好的向我学习。你相信不相信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说，哎呦。
周队长，到这儿来看看。哎，老徐，加紧干啊！周队长，啊，老周，哎，鱼塘这么一扩大，今年啊，少说也要多起3、5千斤鱼啊。不止。啊，等起了鱼啊，每家每户多分他几斤，要吃的吃，要卖的卖，不填肚皮，咱就装口袋啊！这是好主意啊，队长。1块2田，顶多也不过收入110块钱，可是，一变成了鱼塘，少说也能赚他1000出头啊！你再来。怎么样？对你可有点启发？老徐啊，你挖掉良田扩大鱼塘，这是要生铁砸了锅呀！哎，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嘛，学问就在这儿。来，哎，老白，老徐啊，周昌林要跟着小梁河，你可要拿稳主意啊。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他不是也狂热了一阵，顶了县里，可结果呢，还不是被撤了职。当初你徐振才要不是转得快啊，也少不了挨板子。再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好几年了，也该过过太平日子了。嗨，火烧心的将劲一上来，8条水牛都扭不回他的头。哼！嗨，我这肚里的一点墨水全倒出来了。二钱，我又不要你搬弄文采，实打实的。上联就写“时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”，那下联呢？永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。好，我懂了。写吧。嚯，大字报写多了，字儿也练出来了。哎，咱们支部书记来了，玉华，哎，秀英，老周，哎，县委通知，马上要召开农业学大寨的会了，你准备一下。好。打了翻身仗，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？来，你看看。不过年不过节的换什么门对子？哎，可我们队里的形势又到了关节头上了。关节头上啊，丰收了，可今后的路啊，该怎么走呢？哎，横批写什么？横批不换，还是写“继续革命”。继续革命，这个题目出得好。在4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大好形势下，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：往后该怎么办？是啊，这个问题提得好，我们就是要请周长林同志给我们谈谈体会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来。这几年，我们学大寨，粮食超了双缸。有些同志就说，这穷队的帽子是摔到小梁河里顺水淌跑了。还有些人说，这学大寨是一天到晚的干，搞文化大革命是一天到晚的斗。4届人大都已经召开了，这往后该过过太平日子了。今后路怎么走，脚步该朝哪儿迈？依我们看呢，胜利面前不停步，征途路上不下鞍，要沿着毛主席制定的路线，
一门心思朝前干，干社会主义；一门心思朝前奔，奔共产主义。照这个意思，我们编了2句：学大寨是学了还要学，干革命是斗了还要斗。离题了啊！昌林同志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9个年头了，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，还要斗。学大寨收到了丰硕的成果，但前面还有新的高峰，还要学。一句话，要继续革命。老周啊，你等等啊，介绍经验可不能火烧心啊！把你们打翻身仗的事儿再给大家说说嘛。没了啊，没了。哎，老张，大家都喊老周火烧心，就请他谈谈这个外号的来历，怎么样？好嘛，来，谈谈吧。没什么好谈的。我代老周说，老周这个外号啊，有年代了。土地改革那阵子，老周早上听到毛主席的声音，要走合作化道路，中午啊就找了几户贫下中农搭起了互助组，没多久又成立了合作社。群众说啊，周昌龄干社会主义，心里烧着一把火，就这样，大家给他起了外号叫火烧心。经过文化大革命，老周心里这把火是越烧越旺了。就拿这回打翻身仗来说吧，钉耙凿秃了2把，扁担挑断了3根，4把新的铁锹都磨成了这样。真不容易。不简单了。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真不简单。我看看。真值得我们好好向他学习。这么长的铁锹都磨成这样了。老周啊，这把锹我是不还给你了。我建议把它送到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去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不，这把锹啊，回炉重打，让它上小梁河立新功吧。老张，我们根据小梁河的规划，请县委早点批下来。好啊。你们看，火烧心把火烧到我们头上来了啊！县里学大寨，小梁河出了2个典型，周昌林是由穷到富的典型，而徐振才呢，是个富了又富的典型。不但粮食年年超纲要啊，近年来狠抓了经济收入，创造了一个全面学大寨的新经验。老徐啊，你的这个典型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重要。夏副主任，这可是没想到。哎，应该想到。4届人大都开过了嘛。周昌林那个由穷到富的典型啊，就算基本上完成了历史的使命。今后学大寨，就得照着你们的经验走下去，向富了又富的方向发展啊！老徐啊，你真可以说得上是个不倒翁啊！
我还有急事呢啊！学大鱼治水了，大家门口过也不进来，不怪说你是个火烧心。春梅，哎，快下来，有新任务了。大叔，你回来了。听说你在学校图画画的不错，把这个画画在墙上，让社员们天天都看到它。哎，小梁河远景规划图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大叔啊，您这回心病要开刀根治了。快了，只要县委一批准，要准备好肩膀磨破3层皮哟。磨破30层，我才高兴呢。好，开车吧。哎。这回到县城里去，可见到了夏副主任？当然见到了。哎，我表姐夫还请我喝了2盅呢。哦，哎，他没给你吹点什么精神啊？什么？听说呀，周长林这回在县城里可出足了风头了。你们徐队长也得了表扬哎。哦。哎，上次鱼苗的买卖，我给找的客户不错吧？你也没白辛苦啊。嗨，我不就是落着一双鞋吗？哎，2队的鱼塘啊也兴起来了，你没去？火烧心，可不像不倒翁啊。这个我就不懂了。2个人明明是针尖子对麦芒，可怎么都在喊学大寨？嗨，你当然不懂了。听我表姐夫说呀，周昌林的干法是生于乱世，有命不长啊。徐振才的干法呢，是既合情理又得人心。哎，得想个办法，叫2队跟着你们9队走啊。哟，大会计，好啊，房基好，式样好，再加屋里一对新人，配得好。你都变成顺口溜了。就一样不好。哪一样？人家春梅看得中你这个人，恐怕看不中这泥土墙吧？年轻人发个狠，再挣他个700-800的，来他一道砖墙，一色水清，4角展方，多好啊！哎，我舅舅倒也这么说。那你怎么不听他的？可我妈说，这房子比他们老一辈不知强了多少了。嗨，那是什么社会嘛？再说，这也是对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态度问题呀。有道理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他们9队啊，在外头干瓦木匠活的人不少，你呀也出去跟人家搭搭嘛。哎，一来学个手艺，2来赚几个钱儿，砌把砖墙啊，快当得很。哎，今年呐砌他个砖墙，明年呢再扩大点宅基啊，来他一道院墙，这叫墙里果木墙头瓜，小日子赛过一枝花呀。哎，小梁河就要动工了，就怕周大叔不同意。哎，火烧心这关可不大好过。人家徐队长就是比火烧心有心计啊。依我看呐，光把队里的粮仓装满了不算先进，得把社员的口袋塞满了才算本事嘞。9队的做法跟上头合上拍子了。弯弓一拉直，要填了9队的鱼塘；河道一加宽，要盖了你们队几十亩高产田。群众的思想工作要抓紧啊！根治小梁河，眼前2队9队是受点损失，但是从长远、从全局观点来看，对国家的贡献更大。把道理跟大家讲清楚了，群众会支持的。哎，听志芳说，老徐又抽了队里不少劳力出去做工，还把门上的横批换成了富了又富。
他这样下去，真叫人担心呐。哦，玉华同志，这一次我在县里听人反映，阮富刚把鱼苗挑到外县去卖高价。哦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志芳，哎，玉华姐。看样子，振才的心思不在田上了。志芳，这地怎么种成这个样子？你是个副队长，得抓住这件事儿，发动大伙分析分析。我们分析了，根子在徐大叔身上，他呀钻到铜钱眼里出不来了，张可是钱，闭可是钞票，嘿，真没办法。那，你叫徐大叔到二队去看看，他们走的路子啊和你们不一样。好，我就去找他。鱼塘一个劲儿的扩大，劳力一个一个往外拉，看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缠上老徐了。是啊，鱼塘叫阮富刚管着，白汉成又经常在后面扇扇子，看来老徐被人包围了。听说你在县里得了这个美号，我碰巧在店里见到了，送给你做个纪念。听我表姐夫说呀，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上下都存在着一种倾向，只抓革命不促生产。像你徐队长这样一个没有片面性的先进典型，在全县都找不出第二个。嗨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昌林他们二队也搞得不丑啊。周昌林的搞法啊，是只行初一，不过15啊。你知道吗？他要治小凉河，县里也有不同意见呢。啊，真的？文化大革命都好几年了，现在该太太平平抓抓生产，让大伙儿喘口气了。嗨，你这个说法可不够正确。文化大革命这些年，我们生产有很大的发展嘛，喘口气的思想，不对头。我看还是夏副主任说的对，要朝着富了又富的方向努力。有道理，你看问题就是比较全面。不过，这富了又富，在他们二队啊。你外甥要办喜事，想把泥墙换砖墙，还直发愁呢。哎，孟田这个事儿，哎，你这个副业组会计门路粗，帮他出去做几天工嘛？好啊，我这头倒没问题，就是怕火烧心那儿。哎，孟田这是特殊情况，我碰到常林，给他打个招呼。好，那我就去办去。哎，你们在谈些什么呀？玉兰，你来看，就是倒不了。他送的啊，人家尊我是个不倒翁啊。哦，把你比作泥捏的小老头。哎，这叫形象化。大叔，哎，大婶儿，你看，白汉成送他这个，还说啊，就是你大叔呢。哦。别笑，你跟大叔学着点，将来就是个小不倒翁。我？我才不干呢。哦呦。大叔。队里的人心越来越散，请假的请假，外出的外出。就是啊，在地里干活的没几个人了。啊，你去看看二队，他们干得热火朝天，到处透出一股气来。气？哎，什么气啊？继续革命的志气，敢想敢干的锐气，一心一意奔社会主义的正气。嚯，二队有这么多的气呀！志发，你现在大小是个副队长了，要学会全面的看问题，领导可不能有片面性啊。片面性？对了，二队是由穷到富的典型，我们呢是富了又富的典型。
你周大叔是急起直追的追我们，你不要把前头后头弄颠倒了。可玉华姐跟我们讲了多少次，要我们好好向周大叔学习。你不要把道路方向弄反了。党支部是给我们敲敲警钟，这是领导艺术，懂吗？我不懂。哎呀，你去看看嘛。好好好，我看看去。哎，不去上工，净搞这个，上瘾了。是啊，歇一歇。专想捞外快，要是慌了队里的鱼塘，当心我敲你的头。放心，慌不了。你看，咱们的鱼塘啊，越发的气派了啊。我贴进去一块好地，你得把损失捞回来。哎，这趟鱼苗有没卖个好价？价钱不小，会计那有账啊。我跑了几十里路啊！啊，你看，他们二队怎么样？哼，下气劲儿。哼，他们要是啊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出丑了。我是说啊，我们队的安排啊，合情合理。你看他们二队，整天把人卡在田里头。哎，不要背后嘀咕人家。我是说啊，我们队的做法合上拍子了。啊，合上什么牌子？经理长说啊，如今上头有个精神，光把队里的粮仓装满啊，不算先进，要把社员的口袋塞满啊，才算本事呢。哎呀，别挡路啊！这小子差点被你撞倒了。哎，人家不是喊你不倒翁吗？啊，要不是个不倒翁啊，早就被你撞倒了。那徐大叔，我再撞你一下，看你倒不倒？啊，你来，来，好，来了。这小子，呵，谷子才进仓，麦子刚出苗，气也不喘一口，水利又上马了。我是想把队里的小水利收了尾子，赶得上小梁河。你看看，这锹怎么样啊？嗯，不丑。是给你带的。啊，快点把铁匠炉子支起来，照这个样子把锹整治整治。啊，准备上河工啊。嗨，你真是有风就是雨，这小梁河是不是要根治还不一定呢。县委已经在讨论规划了。啊？那县委要是批准了，我徐振才也不敢反潮流啊。哎，等等，老徐啊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啊？你们把鱼苗卖了？有这事？什么价？卖到外县，路程远，算上跑腿工，高一点也不算违反政策。只是高一点儿，2点、3点又怎么样？嘿，我真佩服你。这些小事也值得火烧心。照我看呢，这些事都跟你的口号有关联。嗯，口号？老徐啊，咱们当干部的，可别忘了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教育啊。干什么事情，都要讲讲路线，辨辨方向。副业生产是要发展，可要当心，别捡了几片鱼鳞，丢了社会主义呀。
你那复了又复的口号，我担心会把人的思想弄邪了。你那担心是多余的，我这个口号和上头的拍子邪不到哪里去。玉花阿姨，哎，小慧。玉华，哎，老周呢？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忙什么呀？赶今天给他爹把棉袄晒晒。哦，你看，文化大革命头1年做的棉袄还是崭新的。今年冬天呢，恐怕老周还是穿不上它。怎么了？根治小凉河的规划，县委批准了。批准了啊！公社已经成立了指挥部，这个冬天不又得冒大汗了？哦，对对，今年还得压箱底儿。世界地图啊，这个人呐，都快成地图迷了。那，你看看，这是成立高级社的时候让工作队同志画的。这是大跃进那年让你去描来的吧？啊。文化大革命，他买了这张全国地图，这会儿啊，世界地图又来了。3大洋5大洲都跟你们这土屋连在一块儿了。老周就是这样，一层一层从小圈子里跳出来，眼光越看越远，心思越想越大了。你还夸他呢？再看远想大呀，这3间土屋可就装不下他的心了。来，咱们给挂起来。哦，好。玉华阿姨呢？哟，小慧真乖啊！哦，玉华啊，治小凉河我可要去啊！妈妈，我也去。呵，你们全家都总动员了啊！爸爸。哎，玉华在这儿。老周，哎，根治小凉河的规划，县委批准了。批准了？啊。什么时候动工啊？县委要求我们风动前就动手。太好了，这下子我可以和老徐合计一下，咱们2个队一鼓作气抢他几个晴天啊！明天我就要到县里集中，和老张一起去大寨学习。哦。老徐他对治小凉河还有些想不通，往后你要多帮助他。玉华啊，你这是砌房子找了个古董匠，他能帮老徐什么呀？哎，缺什么就帮什么。治委会看中了老周身上有金刚钻，才让他揽这份瓷器活儿。这事儿我们研究过了。你们在研究什么呢？徐爸爸。哎，好孩子。正在研究你呢。哦，怪不得我耳朵发热呢。研究我什么？总不会是说我的坏话吧？正说你们缺什么呢。坐吧。这个就难说了。你要问我9队有什么，我可以一口气报给你几十样。有良田100亩。每亩1600多斤的产量，钱有积累。这么说，2队就帮不上你们了。帮我们啊？哈，玉华，你这是领导艺术啊！对，这2年我帮助老周是不够，接受你的批评。哈哈，玉华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老徐，周大叔，大婶儿来了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图画好了。什么图啊？小凉河远景规划图。哦，周大叔想得真远啊！按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真是越干越有奔头了。小凉河通过咱们大半个县，这段弯道年年跟我们作难，咱们学大寨来个山河重安排，把小凉河拉直加宽，大伙儿多少年的心愿就要实现了。都是你火烧心烧出来的。怎么了？拉直加宽，你把我的鱼塘往哪儿搁？根治小凉河，你们9队、2队都要受些损失，县里决定损失部分由国家来补贴。补贴，10补9贴。你们看看，能补贴我这个发展计划吗？哼！
老徐啊，你这个计划，我看不该补，应该拆。应该拆？这不是个发展计划，是个发财计划。发财计划？你火烧心吃了灯草灰了，讲话没斤两。我这个计划，县里夏副主任也支持。对，我支持。徐振才的那个发展计划，对我们很有用处，不能让周长林把他弄倒了。这怕难保了。火烧心这个人呐，别看他58年就当了干部了，说话走路跟造反派一个模样，开口阶级斗争，闭口方向路线，动不动就搬教条抓辫子。表姐夫啊，你在上头是不知道啊，我们在下面都不敢说话了呀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搞那一套，极左。哼，这几年来，把我们这些人搞得好苦啊！老婆下干校，儿子当农民，8月中秋，一家人都难团圆呢。想我过去在县里是说一不二，可现在呢，弄了个主任，还是个副的。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？哎，只要这些人还在掌权，就没好馍给我们啃呢。不，今年夏季以来，风向转了，又要轮到我们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了。过去是造反派吃得开，现在呢，喷鼻儿香的还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呀。对对对，搞革命嘛，还是要靠你们这些有功之臣呐。汉成啊，你去把周长林叫来，这回呀，我要亲自摸一摸他火烧心的尾巴。火烧心犟得很呐，摸他的尾巴，可要当心他头上的角啊。怕什么？还记得吧？15年前就在这儿，我把周长林的职给撤了。今天，这个历史又要重演了。快去吧。哎，老白，姚梦田，砖头弄到了没有？弄到了。哦，那钱我已经给你垫上了，等你出去做几天工还我就是了。出去，小梁河就要动工了。瞧你愁得跟林黛玉似的，小梁河不治了，动什么工啊？不治了？谁骗你呀？夏副主任坐在大队办公室，叫我去把周长林叫到这儿来。嘿，这回啊，嘿嘿。梦田，那，哎，你们又在嘀咕什么事儿了？春梅，我想，日期推迟吧。什么日期啊？我们俩的那个日期啊。哦，那好啊，小梁河就要开工了吗？嗨，我是说，让你住泥墙房子，我心里不安。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我看咱们还是听周大叔的话，把心思用在治河上头吧。啊，你呀，还是老黄历，小梁河不治了。啊？谁说的？二全。哎，春梅。哎呀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小梁河要不治了？那怎么行呢？真的有这种事啊？谁说的？夏副主任，他正在大队办公室里找周大叔他们谈话呢。听说根治小梁河涉及到2个队的利益，既然意见还不统一，我看就暂缓施工吧。这你有不同意见，我听说了。不过你要看到，现在是实现4个现代化的形式，把生产搞上去，把群众的生活搞好，这是上头精神。老徐搞的那个复了又复的发展计划，你不应该批判他吗？夏副主任，文化大革命以来，我们抓革命促生产，
生产连续丰收，群众生活呢也不断得到提高。今年要是把小梁河根治了，那就能更上一层楼啊！老徐的那个富了又富的发展计划，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，实质上是一个发财计划，领导上不应该支持他呀。就算是发财计划，又怎么样呢？现在吃的是集体所有制的饭，发了财，一进不了私人腰包，二跑不到外国去，走集体发财的道路，我看不违反新宪法。可是新宪法是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。如果大家都一门心思去发财，那资本主义不就跑到我们中国来了吗？夏副主任，我们可不能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啊！啊！哼，你张口阶级斗争，闭口阶级斗争，从文化大革命斗到现在，还斗得不够啊！我问你，这阶级斗争能管饭吃？这阶级斗争能当遗传吗？照你这么说，难道只有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，我们才能有饭吃，才能有衣穿？这个帽子，你们给我戴了10来年了，哼，压不倒我。即使到了那一步，我看也比现在强。请问，现在又怎么样呢？现在是积重难返。这话是你说的？是中央，我也有同感。中央？中央什么人说的？怎么，你火烧心还要怀疑中央吗？中央也会出修正主义。积重难返这种话，我相信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的。请问，邓副主席也不能代表中央吗？我是说那些污蔑文化大革命的人，他们不能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你夏副主任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。你明白了就好。哼，这些年来高调唱得多，实际干得少，谁抓生产就挨批，这种风气再不扭，要亡党亡国。告诉你吧，现在中央采取了新的措施，要把各门工作都扭到以3项指示为纲的轨道上来。谁反对，是党员的开除党籍，是干部的撤职下放。这话好熟悉啊，在61年他就……前几年大跃进，头脑发热，狂热蛮干，结果呢是得不偿失，劳民伤财呀。这种局面再不扭，就要亡党亡国了。现在我告诉大家，中央采取了新的措施，分田到人，包产到户。分田到人，包产到户，那人民公社不就散了？夏县长，这跟过去单干有什么两样？2样也好，3样也好，能把生产搞上去就是好样的。这单干也比饿着肚皮好嘛。不应该这样说。夏县长，你是党的干部，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？这话怎么了？比我更大的干部也是这么说的，管他白猫黑猫，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你听，人家说的比我还透彻吧？这话谁说的？总书记邓小平。对于中央的新措施，谁反对，是党员的开除，是干部的撤职。夏县长，
周长林同志，我现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，请你不要这样的称呼我。我这样称呼你，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不要忘了当年你夏县长亲自到我们小凉河来，推行了刘少奇的3字一包。老周啊，领导上这点错误已经做过深刻的检讨，夏副主任还当着大家的面说他今后绝不反悔，至今我想起来都感动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还提它干什么呀？老徐啊，你提一提很有必要。过去那些事究竟怎么看，现在还难说呀。不过我也想提醒你一下，当时你周长林不顾困难时期，一味要根治小凉河，搞小资产阶级狂热性，这个教训你也不应该忘记呀。过去正因为我们热得不够，根治小凉河的计划才被你们扼杀了。这个教训，我们要记他一辈子。哼，你少说2句行不行？文化大革命中，革命群众批判你走资派的错误，你至今肚子里还有一股怨气。现在你又想把这股怨气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上，出在革命群众的头上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危险？什么危险？大不了第2次再打倒。说我肚子里有气，不假。我38年就参加了革命啊，打老蒋我淌过血，搞土改我流过汗。你们不念我的功劳，也该念我的苦劳。不念我的苦劳，我还有疲劳吧？说我是个走资派，哼，凭哪条啊？解放20多年来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朝哪儿开？你搞清楚了没有？这些年来，你利用你手中的权力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儿，单凭这一条，群众批判你就不冤枉。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儿，你听着，我祖宗3代是雇农，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是资本家。我1不贪污，2不腐化，3不到地主家里去吃去喝。可你的心却是向着他们那个阶级的。柴坪下中农搭起的互助组，有你的份吧？看农业合作社，你参加了吧？骂人民公社，账上也有你的名字吧？对文化大革命，你是疯狂的反对，恶毒的咒骂；对革命造反派，你是残酷的打击，无情的镇压。你这样干，不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什么？说你是个走资派，我看没多成你的斤两。现在你重新工作不久就要翻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，群众就是第2次打倒你，也不冤枉。那好吧，咱们这就把话说清楚。61年，你周长林被打倒1次，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姓夏的也被打倒1次。现在究竟是你第2次打倒我，还是我第2次打倒你？咱们走着瞧。不过，我有一句话要提醒你们这些反潮流的人：想一想，现在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是什么人？反潮流，反潮流，不是坐牢就杀头。咱们是个小巴拉子生产队长，犯得着吗？
秀英啊，你看看，哎，来了怎么也不吭一声啊？坐。啊，你不来我也要去找你呢。哦，今天下午你顶了夏副主任，我在旁边这脊梁骨都直冒汗呐。昌林兄弟，喝水。哎，秀英，一看我就知道他会在这儿啊，连饭还没吃呢。怎么不说呢？嗨，我们家没饭呢，你还给他送来。常林，给。秀英啊，你这工作算是做到家了，连鱼刺都剃光了啊！他呀，吃鱼都怕耽误时间。你看你，来，吃。进去吧。啊。这几个字，怎么像柳树棍子摆起来的？说起来，这里边还反映我一段思想了。哦，起先呢，想把小梁和九队这5个字写得显眼点，后来一想，该描的粗大的是稳产高产。过了一阵儿，不对，历年2个字也很重要，就把这2个字呢，又加粗了。老徐啊，前几年你学大寨是做出些成绩，可如今呢？如今啊，如今还是个不倒翁啊。秀英啊，有人说你振才哥是个不倒翁，你说这是好话还是坏话？叫我看呐，是坏话。怎么呢？常林也这么说，振才哥那个不倒翁啊，推前后摇晃，好像倒不了，可他就是迈不开步啊。倒不了就不简单。老徐啊，千万不要迷信这个不倒翁。这阵子你的路子走得不正啊。为了扩大鱼塘，你挖掉稻田；为了多赚几个钱，你抽调劳力去做工。这样下去啊，不倒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我这个不倒翁怎么处处碰上你这个火烧心？不火烧心不行啊！如今这个形势是快马3鞭还嫌慢呐。文化大革命都快9年了，小梁河我们要是不根治，咱们对不起毛主席呀。人家夏副主任也是好心，他的好心啊，我们15年前就领教过了。说透了，他就是要我们走回头路。不能这么说吧，人家还是为了要把生产搞上去，关心群众的生活。那么我问你，小梁河要是根治了，全县就有上万亩土地可以成倍的增产，他为什么不支持呢？老徐啊，真正关心群众的生活，首关紧要的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，不让资本主义复辟，不让群众吃2遍苦啊。今天夏副主任说那些话，我看没有一句不走调的，咱们可不能糊里糊涂跟着他跑啊。这么说，小梁河你是制定了？这不，我给你送锹来了。就这样，徐振才让火烧心一烧啊，就软下来了。明天一早，小梁河就要破土动工了，不倒翁啊倒了。不倒翁不能倒啊！
这个典型对我们太重要了，有了它，就可以把群众从周长林那儿吸引到我们这边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整下去。汉城啊，你马上赶回去，叫徐振才顶住。就怕徐振才顶不住啊。哎，你把话跟他说的透彻点儿。9队的干法，和尚以3项指示为纲的拍子了。现在我们在台上叫他大胆的跟周成林干，没关系。哎，汉城啊，你也要敢字当头啊，放手跟周成林他们干。今天我省里头的一个老上级又给我通了个气儿，形势发展得很快呀。下次你来就到县委第1书记办公室找我啊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文化大革命以后还会有今天呐。社员们，我们也打打号子，给9队他们醒醒瞌睡。二全子，别胡来呀！弯弓才直的担子是担在我们2个队肩膀上的，他们不来，这不就窝功了？真是懒牛上场屎尿多嘛！大家先在那儿等一等，我去9队看看啊。任大叔，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把我吓都吓跑了。小两口开工了，你还忙这些？开工，小梁河要能根治啊。你摔的砖头，永生永世也飘不起来。等我们挖河的时候，都给你一块一块捡起来，留个纪念吧。哎呀，我的副队长，你还年轻，你不懂啊。小梁河要一根治啊，我们队长的聚宝盆就给砸了。聚宝盆？还有摇钱树呢。什么？你说得清楚点儿。我没闲工夫，你自个儿琢磨去吧。好了，你们就去吧。这次外出做工，抓些现金收入，可得要注意政策啊。我说啊，徐队长，小梁河就要动工了，为什么还要我们出去啊？鱼塘保不住了，出去也是为了增加集体的收入吧？去吧，去吧。开船吧，走。老徐啊，今年鱼塘可是一笔好买卖啊！有什么办法呢？队里开会决定了。小梁河一动工，连几条鱼也不得安生。可不嘛，到嘴的肥肉叫老鹰给叼走了。这火烧心怎么竟往你心窝上戳呢？也不能这么说。老周要根治小梁河，也是为了要更好的发展生产嘛。人家的生产是发展了，可你呢，得赔上这个大鱼塘啊。照理说，你们也是多年的深交了，可有些事情连我看着都咽不下去啊。你提个口号，他也提个口号，你屋里有张文产高产图，他就来张世界地图。你写了副门对子，说是富了又富，他就说要继续革命，从政治上压过你，这不是在跟你吊着干吗？夏副主任很关心你啊，他要我告诉你，现在县里的斗争也很激烈，有的人嘴上讲根治小梁河，骨子里是拼命想搞垮你这个先进典型啊！想搞垮我这个典型？哼，我徐振才也不是鼻涕虫。大叔，人家2队已经上河堤了，我们也快点去吧。不急。不急？你是不是怕砸碎聚宝盆？什么聚宝盆？阮福刚说的，
你有个聚宝盆，还有什么摇钱树呢？哎呀，这个摔砖头的又在嚼舌根了。我们家哪来的聚宝盆、摇钱树啊？大婶儿是说队里的。队里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反正不是好东西。大叔，快走吧。哎，你不去？好，我带人上。志芳，先进队怎么拖在后头了？昨天徐大叔拍了胸脯的，今天一早又变卦。哎，是不是夏副主任又给他打气了？走，把大鱼塘的水放掉。副队长，干什么？放鱼塘的水干什么？你还问呢？昨天谁叫你不来开会？塘里有鱼，一笔大收入啊！我知道，放了水再起鱼嘛。大鱼塘不能填，那是我们9队的聚宝盆啊！哦，聚宝盆。哎，我来帮你挖。你个小火烧心也来管闲事啊？他就是被你们挑唆的。不许放水！不放水，小梁和弯弓怎么裁织啊？徐大叔，县委的决定，群众的愿望，你都不顾了。谁说不顾？这里边有斗争。放水！不准放！同志们，放！你们这是……二贤，太不像话了。老徐啊，志芳二钱虽说年轻，可那份志气那股子劲头我赞成。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的，眼里边揉不进一点沙子，心里头容不得一点资本主义。不管是谁错了，他们就造反。他造谁的反？老周，我徐振才可没做过对不起你们2队的事情，可你为什么老标着我干呢？治小梁河可以，可不能设个圈套让人钻呐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这话你听不懂，可有的人心里明白。老徐啊，咱们可都是吃着小梁河的水长大的，你我的肚肠里打几道弯儿，还不清楚吗？我能设个圈套让你来钻吗？哼！要说吊着干，这是有的，不跟你徐振才吊着干，你就会在资本主义邪道上越滑越远了。我越滑越远，还是你越管越宽？周大叔说的对。咱们队都让你那个聚宝盆、摇钱树把人心搞散了，这不是走邪道是什么？可周大叔，不好了，姚妈妈要打她的儿子了。怎么回事？孟田他不肯去开河，要外出去做工。我9队外出几个人做工就叫资本主义，你2队的人也外出了，这又叫什么主义啊？徐大叔，你自己的事情还没管好了，就来管别人。小梁河这边事由我们徐队长管，这不是干涉我们内政吗？你听听，我们9队的权利还要不要尊重？你回来！小梁河是国界呀。你河那边就不是中国吗？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，不管是哪个队，不论是什么人，谁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我们都要管。
周大叔。你倒是说话呀，孟田。孟田，你知道不知道你爹为什么给你起名字叫孟田吗？他早忘得干干净净了。记得那一年，我和你爹一起在地主孙老财家的田里干活。有一天，你爹跟我说：“长林啊，昨儿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有了1亩3分田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不多梦点呢？”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哪敢梦得太多呀。”就在那天的晚上，生下了你。你爹给你起个名字就叫孟田。那年月，家里穷的连赶鸡打狗的土坷了都是孙老财家的，又多了一张嘴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打那以后，你爹妈就在这小梁河边上开荒，是起5更睡半夜，拼死拼活才开了不到2亩田呢。你爹高兴地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总算得到自己的田了，给这孩子改个名儿，就叫德田吧。”德田，德田，叫了才几天呢，孙老财带着一帮打手就来了，硬逼着你爹呀，把刚开的2亩田是非要给挖掉，说是破了他们家的风水。什么风水呀？其实他要让河道在这儿打个弯，把小梁河变成他家的宝田河、护庄河。就这样，田给挖了，房也给拆了。你爹咽不下这口气，跟他们斗，和他们拼。可是那个年月呀，我们穷人，孟田啊，你爹叫你得田没有几天，就在这棵大树下，被狗地主活活的给打死了。你爹临死前，眼里含着泪，嘴角淌着血，用手摸着你的头说：“苦命的孩子，你爹这辈子只在梦里见过1亩3分田呢，你还是叫孟田吧。”你爹直到死，连夜都不闭呀。妈，你别说了。要说，你现在嫌泥墙不满意，还要砌砖墙的，你呀，这些日子里是让白汉城把你的魂都勾走了，整天做梦想盖个安乐窝，还说这是为了我，你也太小看人了。忘本了，孟田呐。土改以后，我们家分到了田，你舅舅说还是把名字改回来，再叫德田吧。我说不改，让你记住老一辈受的苦。今天
毛主席把田交给我们贫下中农，领导我们走人民公社的金光大道，要我们学大寨，为革命做出新贡献。可你呢？你这个苦大仇深、贫雇农的后代，却要丢下集体走歪门邪道去搞钱换砖墙。墙再厚，房再高，也只是修正主义的小窝窝，绝盖不起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呢。孟田啊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你在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？大叔，妈，我错了。去吧，跟你周大叔开河去，啊！大叔啊，你就让我出去一次吧，就这一次，好吗？啊！你怎么还没明白过来呀？你这老嫂子，长林呢？你别拉我，让我狠狠地刮他几巴掌。老嫂子，你坐下。孟田，你有什么难处就说出来，就是有千斤的担子，我们大伙儿帮你一块儿来挑嘛。大叔，我。互助合同。上工闲迟，下工呢太早，敲他叫大家来开个堵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场会。我这里有一份活教材，我念给大家听听。互助合同，今有姚孟田欠白汉城一笔砖钱难以偿还，为照顾其困难，特介绍去做工。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，介绍人应收取一定的介绍费、酬劳费，借款人愿将一冬的工钱偿还上述债务。立此合同，共同遵守。立合同人姚孟田、白汉城。孟田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舅舅让白汉城给我弄来砖头，我拿做工的钱还他。这是立的一张合同。孟田呐，你是不知道这些名堂，我们对他可是熟透了。这是一张卖身契呀。白汉城他想当地主老财，你倒先成了他的长工。同志们，白汉城搞的这个合同，从反面给姚孟田也给我们大家敲了一次警钟。这说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猖狂得很呐，他们正在向我们进攻了，我们能跟他们和平共处吗？不。对，我们要迈社会主义的步，就要狠堵资本主义的路。啊！姚孟田回来了，可于志芳倒反而出去了。卖鱼苗的事要是查出来，你我都没好日子过。我们不过图几个钱儿，人家看不过去，收摊子算了。不，火烧心逼人太甚，他要堵我的路，我就叫他迈不开步。嫂子，昌林兄弟，我来。哎，
老徐呢？又不知跑哪儿去了。啊，长林兄弟，那河堤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。嫂子，你这话说哪儿去了？我身上有孙家皮鞭抽的伤痕，老徐腿上有孙家恶狗咬的伤疤呀。我们2个人的手指印儿都挨排排摁在同一张卖身契上的呀。你要拉他一把呀。我们一起拉吧。嫂子，我跟老徐那张卖身契呢？你要看他？也要给老徐看看。你又到他家里火烧心去了？是啊。有志气呀。怎么了？我都替你不服，你为他反那么多神，他也不成你的情。那天他说的那些话，这比3、9天的老北风还伤人呢。这风也不是他一个人刮起来的，前有阮富刚，后有白汉成，这上头啊还有人呢。看你说的，有这么多呀，就差左右2边了。哎，那你可也大意不得哦。我怎么没看见呢？你呀，可别在家里吓唬人了。我又不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。经过了那就好啊。可要知道，没有也会生出来的。生出来？谁生的？小生产啊。小生产？你来。睡吧。小英啊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还引了列宁的话呢。你来看，这儿，小生产是经常的、每日每时的、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。有烂木头就会长出毒菌来，有乱草窝就能生出蛇虫蜈蚣来。这血淋淋的事情又在眼皮子底下了。你还记得我们家门上横批写的什么？我知道，继续革命。对，好孩子，说的对呀。要继续革命，我们不但要和地主老财斗，和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斗，还要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党内走资派斗。和走资派斗？文化大革命不都搞过了吗？怎么还会有走资派呢？哎，昨儿你不是扫过地了吗？为什么现在还要扫啊？哎呀，这还用问吗？啊，就是嘛，这就和扫地一样。文化大革命才搞过1次，走资派还会有。哦，是这个理儿啊。哎呀，这还真大意不得呢。是啊，可老徐偏偏在这问题上还不清醒啊。正财还好商量，哎，白汉成这个人心毒，再加上他们上面还有人，我担心。不碍事，就是天塌下来，还有大个子撑着呢。大个子啊？谁呀？有成千上万的，你就是当中的一个嘛。我啊？好，就是天塌下来，我跟你们一起顶。谁呀？老白啊！啊，大会计跟我一样搞点小捞捞啊，捞点黄鳝。捞黄鳝你得把敲，外行了你。
外行了，外行了。想到会出这种事情，火烧心这一招啊，简直是在搞阴谋诡计嘛！呵，二钱，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路过这儿的时候，就发现这边。快去看！你看，鱼人家放跑了，鱼放跑了！老周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跑掉的鱼啊，通通要张二全赔。对，得赔偿我们的损失。哎，你们把事情搞清楚，不要跟着瞎起哄。谁瞎起哄啊？张二全看我来了，才装着堵路的样子。阮木刚，你瞎了眼了，净胡说八道。我说话有根据。哎，前几天你就嚷嚷着要砸烂我们9队的聚宝盆呐。对，我也听说过。你别冤枉人！你们2队就是看不惯我们这个大鱼塘。张二全，你赖不了的。你再说一遍，是谁破坏的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我说呀，有人看不惯9队的鱼塘，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也太欺负人了吧？啊！我们9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告诉你们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吵了。二全子年纪轻，认个错就行了嘛。白汉成。你要二钳子认个错，根据是什么？阮富刚亲眼目睹，这还有错吗？哎，这就难说了。搞阴谋诡计的人总是骂别人不正派。同志们，大家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不早不晚，小梁河要动工了，却发生这件事情？这难道是偶然的吗？周大叔说的对，这里面一定有人在搞破坏。哎，你不要疑神疑鬼，别见了风就是雨的。哎，那也麻痹不得呀。老徐啊，今天这件事情不那么简单，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呐。反正是有人看不惯我们的鱼塘，看不惯也不该这么干嘛。说的是嘛，人家9队是县里夏副主任肯定的先进典型，粮食年年增产，群众生活热热乎乎，合情理得人心。周队长，你也跟人家学学嘛。 9队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可是你说的那种合情理得人心，我们不但不能学，而且还要斗，这个没什么客气的。好啊，这回子我算是把你的心思看透了。你学也好，你斗也罢，我告诉你，鱼塘不能填，小梁河我不治了。 今天不单单是摔的一把跤啊，你是把党的期望、群众的心愿都摔掉了，
你这是对群众奔社会主义的热情狠狠地砸了一闷棍呐！哼！想搞垮我们九队，没那么容易。想搞垮你们九队的人，是有。谁？你给指出来。白汉成、阮富刚，在你们九队为首的还就是你自己。什么？我？周昌林同志，你倒是说说清楚，我是怎么个为首了？我徐振才这些年辛辛苦苦，起早摸黑，吃在风里，泡在水里。九队的产量年年上升，县里评我们为先进队，这不是吹出来的。现在我不但把队里的粮仓装满，还狠抓副业，要把社员的口袋也塞满。我这样关心集体、关心群众，这是在搞垮九队啊！你别忘了，九队是富了又富的典型。你们九队原来是个先进队，这不假。可是现在呀，你不抓阶级斗争了。白汉成、阮富刚把你包围起来，浑水摸鱼，大搞资本主义呀！振才同志，农业是基础啊，可你呢？挖掉稻田去扩大鱼塘，抽调劳力外出做工，以副业压农业。那你还跳？你跳什么呢？好吧，就看看你们九队的农业吧。你离开了党的路线。72年，你们九队的产量是全公社的第1名，73年成了第7名，今年呢是倒数第1名。老徐啊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真的是关心集体、关心群众吗？你是起早摸黑，辛辛苦苦，可辛辛苦苦绝掩盖不了你路线上的错误啊！你那富了又富的典型，只能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标兵。夏副主任称你是不倒翁，抓住你不放，你得意得很呐！老徐啊，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已经9年，我们取得伟大胜利了，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，批臭了的东西还会回来，资本主义道路还有人在走。哦，你以为你举手抬脚都是在干社会主义呀？可要知道，你是个队长啊，你手中有权。白汉成、阮富刚看中了你，是要你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打掩护；夏副主任看中了你，也是因为你手中有权，是要你支持和执行他的错误路线呐。振才，刚才你在鱼塘说的都是些什么呀？你还像个共产党员吗？照你那样啊，一不要分田分地，二不要改变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牌子，你九队呀就要变成资本主义的了。你别吓唬人，不把你吓出一身冷汗来呀！你不知道他是砒霜。你看看这个吧。你拿这个干什么？你希望这样的日子再来吗？你再看看这个，互助合同。舅舅，我上了白汉成的当了。
兄弟，你要孟田过好日子，你看看这互助合同，不就是你当年的卖身契呀？你仔细看看吧。阮福刚，我正要找你，你来。徐大叔，鱼苗的事查清楚了。那白汉城串通阮福刚，用九队的名义大搞投机倒把，他们还和县里的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，把九队外出的社员变成了他们的地下包工队。你看看，他们捞了多少？队长，偷牛的是白汉城，我只是拔了个桩子。你那小生产的自发思想再不改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我改。老徐啊，这你该明白了吧？白汉城，别误会嘛！白汉城啊，昨儿晚上你哪儿去了？我，哎，你们这什么意思啊？昨晚上你带把锹到鱼塘干什么去了？我捉黄鳝去了。捉黄鳝为什么要带锹啊？你说。这鞋是你的吧？我以为是阮福刚来摔砖头呢，啊！周大叔，向你们青年队这个运气好啊，我们保证比你们强。喂，我是小梁河工地指挥部。哦，夏副主任。他打电话。谁呀？夏副主任。什么？你等一等。夏副主任说，不能开小梁河。他说他还是副主任，还没撤职，要听他的。为什么不准动工啊？我们开小梁河是工作协会批准的。对，夏副主任一个人不能推翻县委决定。我们不同意夏副主任。对于错误的领导就是要抵制。夏副主任一个人也必须服从县委决定。我们同意，我们就是要开小梁河，我们执行的是县委的决定。你听到群众的声音了吧？我们正是执行了县委的决定，开小梁河，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。哎呀，
昌林兄弟啊，往后我要永远拿着它大干社会主义啊！干社会主义光握紧手中这把锹还是不行啊，这儿要不断灌点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群众说得好，走资派还在走，我们是斗了还要斗。